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近期会有怎样的小奇迹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会有怎样的奇迹正在向你们靠近？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抽到的这张命运之轮啊，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命运它是起起伏伏、一波三折的。但是呢，这张正位的命运之轮暗示着接下来命运会朝着一个对你们有利的方向推着你们往前走。近期无论你们做任何事情，它都会有一种事半功倍的感觉。之前阻塞和卡顿的那种状态会消失，你们会有一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风水轮流转啊，这张牌就代表的是转来转去，终于轮到你们。命运之轮呢，它也有一种很神奇的效应，或者说奇迹，就是它会把你们过去失去的东西重新带回到你们的身边。因为命运之轮在兜兜转转了一大圈以后，还是会回到原点。比如说你们之前莫名其妙丢掉的东西，擦肩而过的机会，或者说错过的某个人，在接下来呢，会以一种你们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回到你们的身边。这张牌呢，它是有一种宿命感的，就是只要是属于你们的，兜兜转转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但是不属于你们的，你们会发现怎么抓也抓不住。所以说这个命运之轮呢，我觉得凡事啊，看起来都有偶然的凑巧，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又有命运的某种必然性。那么第2张牌呢，圣杯10，这组牌的能量非常好，就是你们近期做的事情会有一个圆满的收尾啊，心想事成的感觉，想要的都会给你们，会很容易得到快乐啊，活在当下，感受当下，拥抱当下，享受当下。而且这张牌它也显示出了很强的家人的能量，就是你们近期会和你们的家人、你们爱的人和爱你们的人待在一起，它会给到你们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让你们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背后有一种很强的能量在支撑着你们，在托举着你们。而且这张牌呢，近期向你们靠近的奇迹，其实就是生命当中的一些简单的美好，比如说一顿大餐带来的快乐，天边出现的彩虹，老友重逢叙旧，或者说你们的宠物睡在你们身边，给你们带来的那种安全感，或者说和爱人牵手散步啊，接吻拥抱的快乐，这种快乐都是很琐碎的，但是你们会从这种琐碎当中体验到一种很安稳的能量啊，体验到一种简单的幸福。第3张牌呢，高塔牌啊，这张高塔呢，其实你们看到这张牌会觉得很可怕，但是这张牌它暗示着你们可能会提前离开某个有风险的地方啊，在风险爆发之前彻底的做一个断舍离。比如说一个公司摇摇欲坠，你们会在这个公司彻底的倒闭和破产之前离开这个地方，会让你们躲过一劫，和危险擦肩而过。比如说你们想买的一个东西没有买，然后过一段时间，你们会发现这个东西它突然便宜了好多，变相的省了一笔钱。那么第4张牌呢，逆位的隐士啊，我觉得近期的话呢，你们可能就是会让你们近期会得知到很多被隐藏起来的秘密，而且是以一种你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的这些秘密，就是会让你们感叹命运的剧本这种精妙的安排。在这些秘密当中，你们可能是第一个知道的，你们能够通过一件事情啊，窥探到一个人内心当中的想法，或者说一个对你们有利的信息被你们提前知道了。那么第5张牌呢，是愚人牌啊，近期的话呢，它是有一种小的愿望会得到实现啊，而且这些小的愿望它是会一个接一个的得到实现，实现一个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一连串的小愿望都会得到实现，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而且呢，愚人牌呢有一种感觉，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你们之前无意当中种下的一个因，会让你们接下来收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果。这种惊喜类似于你们无意当中随机买了一注彩票，兑奖的时候却发现你们是那个幸运儿，或者说之前帮助过你们帮助过的某个人会回来报答你们的恩情。过去无意当中学习的技能会在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和项目上派上用场。就是愚人呢，
不用抱着任何的期待，只是尊重你们的感受，顺着你们的心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宇宙就会给到你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愚人他就像是什么呢？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对于任何事情都不抱期待，仅仅是去做的时候，你们整个人的平常心会让你们呈现出一种最好的状态。而这张逆位的宝剑一呢，我觉得你们近期如果想要一些奇迹显化的话，你们要做减法，就不说没必要说的话，不去你们不想去的聚会，不和那些没有必要来往的人待在一起，不要想你们现在不必思考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做减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们把那些不必要的能量都清扫出去，给你们的生命留出一些空白。在这些空白当中啊，才是奇迹显化的这样的就是在这个空白的时间和空间里边，才能够让奇迹显化，才能够让你们整个人焕发和绽放出最大的生命能量，才能够让你们去思考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啊。只有做减法的时候，才能够让你们看清楚谁是最重要的人，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最值得你们去珍惜的。在做减法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排除干扰的过程啊。其实它也是一种方法论，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些干扰你们判断的问题的外壳一层层的剥去。这个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个问题的核心本质是什么，就是当你们能够抽丝剥茧的看清楚一个问题的本质啊，那么这个问题其实离解决它也就只剩一步之遥了。你们在做减法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问题的答案它自然而然的显化出来。而这张逆位的宝剑骑士啊，只有当你们停止去追逐一些事情，这个奇迹才会显化出来。我觉得这张逆位的宝剑骑士就是让你们停下来。你们现在内心当中可能有一个很焦虑的念头，总是有一种匮乏感，让你们不敢停下来。你们会觉得自己缺少钱，缺少机会，缺少爱，缺少物资，缺少资源。但是在心理意义上，很多时候你们真正缺乏的是一个内在的空间，一个可以消化、容纳和承载自身各种喜怒哀乐、你们的需要、你们的欲望的一种心理空间。只有当你们停下来的时候，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出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内在的心理空间，能够让你们变得富足、丰盛起来。这个时候，你们所追逐的那些东西才会被你们自身的能量所影响，反过来追逐你们。这也是一种奇迹的显化。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4张牌，第一张牌就是一个权杖啊。权杖的话，我觉得就是你们近期会重新找到自己的活力和能量，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你们之前可能是很迷茫的、颓废的、无力的啊，有大量的精神内耗、荒废的时间，会让你们感觉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当你们整个人都颓废和低迷到极点的时候，你们会突然的听到内心当中的一种声音，把你们猛地拉起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就是上一秒你们还在极度的悲观和抑郁，下一秒你们整个人就变得无比的振奋。我觉得如果你们想要实现这种转变的话呢，首先要给自己的思维做一个定向的清理，然后给自己短期内定下一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坚定的往前走。或者说你们可以，如果感觉自己现在没有事情可做，那就打扫一下房间，洗个热水澡，或者说呢，去主动的去做一些能够让你们感到放松的事情，接触一些大自然的美好，出去走走看看，通过一些有仪式感的方式，比如说看一次完整的日落，让自己重新活过来。然后第二张牌呢是 instinct， 一定要相信你们的直觉啊，就是你们近期你们的直觉给你们的指引会帮助你们趋利避害。你们近期看人的直觉会非常的准，就是第一印象，这个人第一印象给你们的是什么感觉，基本上你们判断的不会错。你们会用这种直觉来主动的让你们认识到一些对你们有帮助的人。你们近期可能内心当中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好像有一个声音在隐约的呼唤着你们。只要你们能够跟随着内心当中的这个指引做出一些行动啊，往往就能够给到你们一些超预期的回报。比如说你们今天要做 A 事情，那从你们内心当中的指引会告诉你们，你们可能说要突然的去做另一件事情。那如果说你们就是打破自己常规的这种预期和计划去做了这件事情，可能就会让你们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得到一个意料之外的机会或者说惊喜。然后第三张牌呢是 reputation 啊，这种奇迹的显化呢，我觉得近期可能说你们会得到一个你们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得到的某个结果，通过一些你们不会通过的考试，或者说你们就是会在一个你们以为自己已经被淘汰的一个竞争当中胜出。reputation 呢，它是你们近期会得到一些荣誉、赞美、正向的鼓励，
而且是来自于一个很权威的、你们非常认可的人给到你们的。你们会突然的发现，原来你们已经在一个领域和行业当中有一定的积累了，小有名气了。有一些人会主动的来找到你们，或者说主动的想要认识你们、结交你们。然后第4张牌呢，就是 Wedding。这张牌呢，一个小小的奇迹显化，就是也许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即将要结婚了，但是你们还蒙在鼓里，就是有一个人正在默默的给你们筹备着一个婚礼。你们是一个盛大宴会当中的主角，有人为你们准备了一个仪式感十足的典礼，但是你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那么在这组牌面里边呢，其实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美好和欢愉躲在角落里边等着你们去发现，所以说你们要保持期待，保持相信。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那么第2组牌的话，我觉得这组牌的特点就是我们抽到了很多的星币牌啊，土象特质、土象能量特别的强，就是近期你们可能显化的这种小奇迹降临在你们身上的奇迹，可能大多数都是和金钱物质相关的。首先这个圣杯3啊，圣杯3就是这组牌里边唯一的一张带有圣杯的牌。圣杯它意味的是你们近期的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上面的处理上是非常游刃有余的。你们在一个团体当中会非常的受欢迎，有很强的号召力啊，一呼百应的感觉。圣杯3，你们近期的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我觉得你们可能是有一点慢慢的从这种社交恐惧的状态逐渐的转变为一个社交达人，你们身上的这种领导能力会逐渐的显化出来。而且呢，在建立人际关系啊，在人际关系流动的过程当中，你们会收集到很多的信息啊，你们能够比别人知道更多的秘密和商机。所以说这张牌它显化的就是近期会有大量的频繁的沟通交流和表达，能够给你们带来很多的资源和机会。当你们在表达你们自己的时候，一个环境当中的红利和资源就会向你们的身边所聚集。而第2张牌呢，战车牌，战车的话呢，近期显化的一个小奇迹呢，就是说你们学什么上手都很快啊，学习能力很强，而且做什么呢都是风风火火的感觉，就想到什么就去做，而且最终的结果都还不错。战车呢，有一点像是那种大力出奇迹，就是别人都还在犹豫和纠结的时候，你们已经冲上去了，这反而能够帮助你们抢占一些先机。而且呢，第3张牌星币10啊，我觉得你们要么就是近期可能会收到很多家人给你们打来的钱，或者说收到很多家人给你们寄来的物资，一些你们所急需的物资。星币10的话呢，它也象征的是一种家族运势，就是你们背后所处的这个家族整体的家庭啊，财运或者说事业运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的。可能是你们近期你们的家族会从一个组织啊、政府或者说纠纷当中获得一大笔钱，类似于是就好像是你们家族当中如果有土地的话呢，可能近期会得到政府的征用，给你们一大笔拆迁款，就是说会有一笔天降横财啊，这笔横财会让你们整个家族从中受益，可能是就是受到某种政策的影响，就是会突然的得到一大笔钱。然后第4张牌呢是星币9啊，就是近期的你们呢，这张星币9给我一种珠光宝气的感觉，就是你们近期整个人的魅力啊、穿搭啊、审美品味都会慢慢的趋向于高级。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会在一个团体当中更加受到欢迎，因为你们会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会走到舞台的中心啊，会有一些人啊、一些资源向你们的周围聚集，你们就好像是一个磁场的中心啊，一些美好的东西都会被你们身上的能量所吸引。你们自身本身的这种灵魂就是纯净的、舒展的、美好的，你们也会吸引到一些同频的人和事来向你们靠近啊。这张星币6呢，我觉得这张牌近期显化的一个小奇迹啊，可能会得到一个贵人的帮助。这个贵人呢，他会给钱、给资源，会把很多像宝藏一样的资源分享给你们。你们可能是在工作上面通过一个项目啊，抓到一个大客户，
这个大客户会给你们很多的订单和资源，你们可能在几周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别人几个月的业绩指标，或者说如果说你们还在上学，那可能就是你们的导师会给你们研究的课题带来一个很大的项目。那么这张星币7呢，这张牌暗示着你们近期在埋头工作的时候呢，就会突然的发现你们的账户上多了好多的钱，可能是有一笔钱会提前的打到你们的账户上，或者说之前的某笔钱会退回到你们的账户里边，或者说你们以为赚不到的一笔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你们这里。所以说你们看到意外多出的一笔钱会有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而这张星币女皇呢，它就是你们会把自己的心沉下来，踏踏实实的去把一件事情做好，它会有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显现，就是你们之前在某件事情上的坚持会让你们接下来看到一个超预期的回报。星币女皇给我的一种启发就是你们创造的那些奇迹啊，其实它不是通过巧妙的策略或者说走捷径得到的，你们创造的奇迹或者说你们完成了那种常人难以企及的事情啊，它只不过是你们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扎扎实实的打好基础，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所以说星币女皇它是一种大智若愚啊，就是真正聪明的人是不贪速成的，成就奇迹和大事也是需要有定力的，要耐得住寂寞。所以说你们在接下来做的某件事情展示出来的超预期的能力和成果，其实在你们看来呢，只不过是把这些东西分解到了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然后踏踏实实的不断的重复和积累，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一直坚持下去啊，就会让你们一骑绝尘。那么接下来抽到的这3张牌，第一张牌就是 Volcano 啊，火山爆发，也就代表的是你们近期做的一件事情已经到了一个关口上了，处在一个即将突破的前夜。这个小奇迹就是你们可能会提前比你们预想当中的要更快的完成那种突破。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是现在的你们整个人的能量越是安静的、从容的、内敛的、隐忍的，那么接下来爆发的能量就越强大、越干脆、越果断。所以说这张牌呢，你们会有一个一鸣惊人的高光时刻啊，一举拿出一个巨大的成果，打破之前所有人对你们的这种刻板的印象和认知。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其实你们现在就是在默默的酝酿着什么，积累着什么，等待突破和爆发。然后第2张牌呢 ，manipulation 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控制，就更像是你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种掌控权和主导权。你们能够规定自己的生活，你们想要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去活在你们自己的世界里。你们不再被捆绑，不再被裹挟，不再被束缚，你们自己的人生自己说了算。然后第3张牌呢是 idea。你们近期要注意啊，你们会有可能说突然的会冒出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想法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荒诞，有一点荒诞，但是你们会用这个想法去驱动你们自身的一些行为做出改变，这会在接下来给你们的人生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甚至能够让你们开启一种你们未曾设想过的人生的可能性。就是你们生命当中所取得的一些意外的成就和奇迹啊，它其实往往都是由一个非常小的念头所带来的蝴蝶效应。你们现在脑海当中突然冒出来的这个想法，可能会让你们未来3到5年以后啊，生活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就是不要忽视你们自身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它可能会催化梦想的实现，或者说奇迹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的那种一闪而过的灵感啊，就是宇宙给到你们的指引。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第1张牌圣杯8，我觉得这张牌面上的你们正在往一个更高处走去。近期所显化的一个小的奇迹，我觉得应该说是你们通过一些事情发现了一个更好的自己，遇到了一个更好的自己，你们会突然的意识到你们有更大的能力去承接一些更大的项目。而且呢，这一张牌的话呢，可能对应一部分人啊，你们近期的一个职位会发生
变化，你们会去到一个新的部门、新的团队，担任一个更高的职位。这张牌我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你们整个人在往一个更高处走去啊，它是有一种很强烈的上升趋势的。而且呢，我觉得这张牌呢，它也是你们不满足于当下所拥有的东西啊，你们会不断的去开拓，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啊，它是有一种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精神内核。那么第二张牌呢，逆位的死神啊，我觉得死神的逆位的话呢，它是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暗示的，就是说你们以为已经结束的某件事情，它可能还会有一个回旋的余地。这个逆位的死神呢，它是有一种一波三折的能量，反反复复出现的人，反反复复的关系，反反复复的问题，在这种反反复复的循环里边，可能会突然的出现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让你们下定决心去彻底的把一些事情结束掉，这样你们才能够拥抱新的人生，这样你们的人生才能够出现新的奇迹啊。逆位的话呢，我觉得你们以为的死神啊，可能说你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些事情每当你们快要放弃或者说打算结束的时候啊，它好像就又会给你们一点希望，给你们一点这样的一种能量，能够让你们再坚持下去啊，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所以说我觉得这张逆位的死神呢，可能说近期会显化出两种可能的小奇迹。第一种就是你们会一口气把一件事情做完，就是你们会把一件事情彻底的结束掉，解决掉，或者说你们索性就放弃掉这件事情啊，不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和生命。那么第三张牌呢，显化的一个小奇迹是宝剑4，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会从一种病态的、虚弱的、受到某种疾病或者说症状的折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边解脱出来。你们的状态，你们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会在近期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有一个好转。宝剑4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们近期会突然的意识到，你们究竟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被困住的感觉，一种封闭的状态。我觉得你们近期会突然的意识到究竟是什么把你们困住了。在这段时间里边呢，你们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就是你们会突然的质疑你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突然的去质疑你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是有没有意义的，有没有价值的。那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意识到，好像你们被一些东西所束缚住了，可能是无形的枷锁或者说观念。当你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觉得接下来降临在你们身上的小奇迹就是你们会得到一种力量去挣脱这种枷锁啊，你们的身上会有一种很叛逆的能量，近期可能会显化出一个机会，能够让你们逃离某个地方，摆脱某个环境啊，就像这个圣杯8一样。那么这张世界牌呢，我觉得近期的话呢，你们可能会突然的得到一个外出旅行的这样的一种许可。世界的话呢，它是一种出去旅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走就走。你们可能会获得一个邀请，或者说顺理成章的逃离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世界呢，它还有就是世界牌，它是有一件事情会圆满的得到结束，善始善终。也就是说，你们近期在做的一件事情呢，会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收尾。然后这张星币1呢，近期会降临的一个小奇迹就是你们可能会突然的收到某个人给你们转的一笔钱，因为星币本身它象征的是资源，就是某个人可能会突然给你们转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钱，你们收到这笔钱，可能它刚好能够买一个你们一直想要买但是又舍不得买的东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会突然的收到某个人给你们寄来的一份快递，它是一份限量版的礼物，或者说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比较贵重的东西，会亲自的送到你们的手上。那么这张权杖8呢，我觉得近期会显化的一个小奇迹呢，可能说它是一个你们会感觉到难以推动的项目，或者说一个事情啊，这种阻力会被冲破。权杖8呢，你们会突然的意识到你们身后有一股很强的能量在推着你们往前走，可能是你们突然的找到了一个发力的支点，或者说突然的找到了做某件事情的窍门，能够极大的提高你们的工作和学习效率啊。权杖8呢，就是你们会突然的找到自己的信心，
行动力和能量，然后一口气把之前堆积的事情全部做完，会非常享受那种完成某件事情，或者说完成一大堆事情带给你们的成就感，会找回自己的自信。那么权杖4呢，我觉得近期会降临的一个小奇迹啊，可能是你们期待的一个人会突然的出现在你们的身边，可能是你们和某个人现在是异地的状态啊，近期他会突然的出现在你们的身边，给到你们一个惊喜，或者说你们所期待的一个人啊，会给你们发来消息，就是你们之前的关系一直处在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里边，近期会被一些事情突然的激活，然后两个人的联系会变得突然的密切和频繁起来。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新月在射手座啊，射手的话本身它就是象征的是一种生命的能量、活力和激情。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近期保持积极和乐观，那么幸运的女神就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我觉得这种降临的奇迹呢，就是说你们能够通过幸运的体质和光环，得到在这段时间当中得到很多本来不属于你们的结果和好运。然后第二张牌呢是 A Fairy Climax Approaches 啊，这张牌代表的就是有一件事情在接近你们，属于你们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正在显化出来，可能是你们做的某件事情啊，会突然的收获到很多的关注啊，某件事情的发展，某段关系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啊，它代表的是你们即将或者说马上会把这件事情圆满的收尾掉啊，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呢，也不要掉以轻心啊。你们的内心当中有一种预感，就是接下来会有大事发生。那这件事情呢，它对你们是有利的，能够推动你们人生发展的一个好消息会显化，可能是得到一个 offer， 或者说签订一个很重要的契约啊、文件啊，收到某种通知。然后第三张牌呢是 Show the world the real you， 向这个世界展示最真实的自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其实会收到很多鼓励啊、真心的赞美。你们可能之前一直很害怕去展示那个最真实的自我，你们会觉得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会引来很多的争议，但是一旦你们这样做了以后，你们会发现你们得到的这种正向的鼓励和反馈比你们预期当中的要好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能就会突然的意识到，原来你们之前一直都低估了自己真正的魅力和能力，你们比想象当中的要优秀很多。这个时候你们才会意识到，你们更应该做的就是把目光从外在转移到内在。你们不需要去羡慕谁，也不需要去追赶谁，你们有着自己的节奏。你们要更多的关注你们身上的这种自我，你们越自我，你们就越受欢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奇迹在你们的身上显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自我就是在提示你们不要被这种集体主义所裹挟，一定要保留你们身上的那一部分叛逆的、任性的、独一无二的自己，不要失去自己的这种自我和个性啊！不断的尝试着去发声，去表达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展示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有一些小的奇迹显化在你们的身上，这就相当于是这些奇迹就相当于是你们成为了真正的自己，宇宙给到你们的奖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